今天是2024年3月4号，周一，和老公在无锡旅行的第2天。昨天在市区瞎溜达，11个小时里一共走了25000步。那今天的行程同样也是特种兵路线，一天结束下来走了整整3万步。我们准备去无锡的著名景点，地址大部分在滨湖区，靠近太湖。早上8点钟都不到，就已经穿戴整齐，脚踏小蓝去吃早点了。正价点了3份小龙，一共12只，花了36元。这家是我们在无锡吃的第3家小龙，名叫卢庄超王记。由于时间很赶，来不及点评了，结尾再说吧。快速吃完，我们立马搭公交去梅园景区的服务中心换最后一天的免费票。我手里拿的这张免费票是乐游无锡针对上海市民的一项旅游福利，在2月5号到3月4号1个月时间内，在他家的公众号上，只要预约成功的，并且手持上海身份证，亦或者居住证也行，就能在这里领取景区一票通。有这张票就可以免费参观荣氏梅园、梨园和寄畅园，还有太湖源头主门票和游园券。这4个景点总门票价在230元左右，和老公2个人，如果没有优惠的话，光门票今天就要出460。那运气不错，我在他放票的第2个时间段就抢到了2张票，虽然只剩下工作日可以挑选。早上8点50分正式开逛梅园。无锡的荣氏梅园由民国资本家、面粉和纱之大王之称的荣敬宗，他在1912年建造，占地面积约81亩，算上时间距离今年已经过去了112年之久，园林也扩大了10倍到820亩地，约0.5平方公里。现在的梅园景区一共有5000多株梅树，它们会在2月下旬到3月中旬时争相盛开，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和老公站在观景台上眺望山下这成片的梅树，我内心有某些情绪难以言喻。此刻行动代替了想法，随即和老公钻进花道中众声嬉戏。可能是源于周一的debuff，看见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乎全都是面露笑颜并带着长枪大炮摄影器材的大爷与大妈，少许有像我和老公这种比较年轻的组合。脚步加快却又依依不舍，3步一回头的逛完梅园，接着打车前往第2个景点太湖源头主。景区的门头与检票入口都在冲山大门，如果要盖纪念章也要到这儿的游客中心前台才有。上午11点整，我们检票入园，整个园区真的特别大，不想走路的在进去后大概500米就有免费的往返公交车可以坐，直达码头，能节省步行20分钟的时间。坐上巴士准备去是游船那个方向，但是现在下雨了。源头主，无锡5 A 级景区，素有太湖绝佳处之称。大家看到这个名字第一时间可能有点懵，解答一下，源的意思就是很像乌龟，主3点水一个者，一如其名，2面环水叫堤，4面环水叫岛，3面环水就是主了。这个横卧在太湖西北岸的一个半岛，它的岛主很突出，从某些角度看酷似神龟，所以才得名源头主。了解到这层字面意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取名了。园区内知名打卡点有江南南苑、广福寺、万浪桥、太湖仙岛等等，还有看海鸥。没来源头主之前呢，我刷到的笔记基本上发的都是关于如何喂食红嘴鸥和什么时候去看樱花比较好呢。由于天气原因，虽然上午逛梅园的时候是晴天，但一进源头主还没高兴半小时就开始落雨了。我们的原定计划本来是进门以后先找到公交车，坐公交车到码头，再坐船直奔太湖仙岛，快速走一圈，再坐船回到主岛上打卡完景点，再原路返回至冲山大门。因为这里有很方便的公交车可以直达梨园，又省时间又省钱。但是由于在这里上船的时候我们坐错了船，没错，码头其实不单单只有去往太湖仙岛的船，还要去另一个完全反方向的广山社3号码头的船。虽然坐错了，可以立马再花40块钱买船票返回到景区，
但路上行程至少也会增加1个小时。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雨真的太大，导致我们急着登船，跟着人群就走上了船，也没有人员来查我们手里有没有船票，亦或者是景区方面对于码头去向的标识不够明显。总之，我们完全来不及再回头逛源头主，只好赶紧打车前往下一个景点。特种兵游嘛，反正我在船上喂了好久的海鸥，挺心满意足的。而且无锡打车是真的不贵，反而可以说很便宜，6公里的车程打车只要14块钱，还是没有用优惠券的价格。相比于坐公交车，这个性价比很足了。中午1点整，来到免票的第3个景点梨园。春秋时期范蠡大夫的故居，传闻范蠡大夫曾经和美人西施在此泛舟游湖。以园林出名已经是在很久以后的明代了，而园区建设则是从1930年代开始慢慢演变成如今的4A 级风景区。我原来是一个很讨厌在下雨天出门的人，因为地上的雨水会染湿鞋袜，灰色的天气会影响拍照，双眼也被迫戴上一层雾蒙蒙的滤镜。但亲临现场，只见雾影泛白，暗静悠悠，落雨似墨水，将山石染得更加浓郁。我穿梭在画境之中，竟丝毫不觉得厌烦。舒适园林的美丽让我硬生生爱上了下雨天。和老公短暂地放慢了脚步，静静欣赏梨湖风光。逛完梨园出来，天气持续下着大雨，还好我带了无敌雨披，比打伞管用多了。然后要骑1公里左右的自行车才能来到地铁站，接着前往第4个免票景点惠山古镇。古镇进去逛逛不收费，收费的是一个园林，名叫寄畅园，它的位置在主街的最深处，而它的检票口，大家注意是在一个很像寺庙的地方进去才行。我们按照导航走到寄畅园门口，那这里的这个大门它是不开的，离检票口也有点距离，不要走错了。来到惠山古镇，时间已经是下午的3点半。逛寄畅园之前，我要先去一家糕团店，这家店听说味道不错，但下午4点半就关门，只能先打包好再去逛园子。买了双亮团、芝麻团和蛋黄肉松青团，各2个，还有油酥饼，一共花了38元。寄畅园是无锡的一个5A级景区，它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瞻园并称为江南4大名园。它的名字则来源于王羲之的诗词“取欢人之乐，寄畅山水音”。康熙、乾隆2位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的从北京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度假。其实整个园区可以参观的地方不止寄畅园，还有惠山寺、二泉书院、各种家饰祠堂等。园内还有很著名的泉眼，名叫天下第2泉。话说这个泉水排行榜是唐代的茶圣陆羽，他品尝了各个地方的泉水以后觉得惠山古镇这个泉水好喝，第1的位置可能有争议，但绝对算第2，于是就叫做天下第2泉。这锦鲤好胖呀，太胖了，一个一个圆胖胖圆滚滚的，它慢悠悠地游着，很惬意的一个鱼声。雨声淅沥沥，风铃欲渐行，1个半小时的时间飞逝而过，我的双眼一刻也未曾停息，只想多把它们印在脑海里。寄畅园下午5点闭园，和老公携手恋恋不舍地离开。大雨滂沱，加之赶了1天景点，肚子有点饿，看着惠山古镇里的小龙价格竟然不比外面贵，于是就点了2份，想尝尝看景区里的小龙味道如何。老公吃着小龙，我吃着糕团，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无锡糕团和上海糕团有什么区别。那一口咬下去，可以看到分量给的很足，口感十分软糯。就是这个蛋黄馅儿，它没什么咸味，肉松打得也很细腻，完全没有纤维感，给我的感觉只能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接着就是小龙的点评，皮子肉眼可见的软弹，
个头也不比之前吃的3家大，倒也不难吃，就是普通的小笼水平。毕竟他家开在景区里，给的价格和外面一样，已经很难得了。吃完准备走出惠山古镇，黑夜降临，四周也开始亮起了彩灯。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距离8点半的火车发车时间还早呢。感觉肚子没太吃饱，又拉着老公来到了笑来喜来无锡吃的第5家小笼店。团购的优惠双人餐只要33元，有1份开阳馄饨，1份荠菜肉馄饨，配4只小笼。相比于小笼，我觉得他家大馄饨做得更好吃，荠菜特别鲜，皮子又软又滑。开阳馄饨也比鼎福记的要好吃多了。小笼在我这里排行第3，但馄饨绝对排第1。吃完慢悠悠的和老公走到无锡火车站，准备返回上海了。好啦，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拜拜！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3连。